在现在的社会里，人人手上都有一台大大架的智能手机，而在每个手机里面呢，都会有一个 IP 地址。无论你身在何处，在做什么，警方都能通过搜索这个 IP 地址找到你的所在位置。然而有些时候啊，某些东西也能通过这个 IP 地址找上你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大家是否有接过奇奇怪怪的未知来电？在你接听电话后，从那头传来的只有杂音，即使你反复问了好几次，对方都没有任何回应，你就像是在和空气说话一样。当然，你肯定连对方是谁也不知道吧？如果是平常人，8成只会把这通来电当作是某人的恶作剧，很快就会挂掉，置之不理。可是这种来电，要是拨打去消防局的话，就要格外留意了，因为很可能真的是有受害者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打出去的。2014年5月17日的5夜10分，日本青森县消防大队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电话里对方传出的是一段又一段的杂音。在经过接线员多次的询问后，还是这样，完全没有任何人回应。凭着感觉，消防队担心求救者是因为发生了意外，无法发出声音，于是他们派遣了一个10人组成的救援队前往来电号码的 IP 地址。不久之后，消防车便抵达了来电位置的定位——青森县的八甲田山区。随即，救援人员陆续下了车，在漆黑又偏僻的山区小道中，沿路找寻来电的这个源头。找着找着，救援人员就发现了不远处有一栋已经被废弃多时的私人别墅，正是求救电话的定位。因此，他们赶紧破门而入。一走进这间私人别墅，顿时一股寒意扑面而来。眼前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虽然当下已是午夜时分，但显然这个别墅室内是更加的黑暗阴森，一丁点的光线都透不进来，所有的门窗都是紧闭的状态。不仅如此，屋内的每个表面都布满厚厚的灰尘，四处非常邋遢。但是在情急之下，救援人员仍然快速地搜索所有房间。然而在搜查完毕后，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人影。在屋子某处的角落里，救援人员发现了一部非常老旧、转盘式的电话。这种电话只能通过脉冲电流的次数来模拟拨出号码的效果。这部具有代表性特色的老电话普遍用于60至80年代。那么在经过与之前接收的来电信源对比，搜救人员确定那通神秘来电就是从这部老电话所拨出。但诡异的是，这部老电话的表面已布满灰尘，也没有任何被触碰过的痕迹。更甚的是，电话接线早已断裂，根本就无法正常使用。然而这件事情在之后持续调查的3个月里都没有任何进展，因此许多人就将这通神秘电话与当地的灵异事件联想在一起。原来在1个世纪以前，也就是1900年左右，这座别墅的附近发生过人文历史上最严重的山难事件。1902年1月，正是日本1年里最寒冷的1个月。当时为了训练士兵在极端严寒下作战，日本青森县步兵第5联队派遣了一支200人组成的分队往八甲田山区进发，并计划在那里展开一场特殊的雪地行军演习。当时这支队伍由山口胜指挥，他们将用2天1夜的时间徒步行走20多公里抵达目的地，而且在路途中，他们计划在田代温泉的一个地方停下整顿休息，之后才继续上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眼前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命运的考验。由于这支队伍对于在雪中徒步行走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这个分队不但没有准备专业的这个御寒装备，还随身携带大量用来演习的物品。
同年1月23日早晨，该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经过田茂牧野时，他们遇见了几名当地的村民。村民们提醒该部队从这里进山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寒流即将来临，如果没有向导带领，一般人很容易会迷路，可以说进去只有死路一条啊。然而这些劝告对于队长山口胜来说都只是耳边风，他固执地认为士兵就是要凭着顽强的精神接受挑战。他相信在天黑之前，该队伍能及时抵达温泉那里，于是他们便匆匆上路了。一开始的路途行进都没什么阻碍，但是在下午5点左右，山里却突然刮起了暴风，夹杂着雪沫，遮住了士兵们的视线。由于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目的地，所以山口胜命令大队抛弃无法使用的雪橇，依靠人力搬运物资。同时，他下令全军加速前进，以尽快抵达目的地。但就在这个时候，部队人员开始迷路了，甚至出现类似鬼打墙的现象。虽然他们根据地图和指南针前进，但却似乎一直在原地打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8点半。无计可施之下呢，山口队长只好命令全军在雪地上扎营。但由于部队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因此筑起的雪墙无法保暖，搭建的炊具也不断灭掉。到凌晨3点半的时候，很多士兵已经出现了冻伤的情况。于是山口只好决定放弃这次的前行，带领部队折返出发地。不过在返程中，该队伍还是迷失了方向。指南针也因为冻结过度无法使用。这个时候的气温已经达到了-20度，在山间风暴的加持下，士兵们个个都疲累不堪。当时的他们已经行走了14个小时，却只前进了700米的距离。精疲力尽的大家只能相互围在一起取暖。直到第二天的早上9点多，士兵们因抵抗不了严寒而相继离世了，只剩下几十个人凭着顽强的意志存活。1月25日的凌晨3点，仅存的几名士兵再次努力挣扎，希望能前往附近的村落求救。但他们走了很久，却只来到一个四周都是绝壁的悬崖。在极度绝望及寒冷的攻势下，一行人开始出现精神错乱。有人看到满山的鬼影在召唤他们，也有的人直接跳下了悬崖。就连山口胜都彻底崩溃，他在悬崖边绝望地大喊：“老天已经抛弃我们了。” 1月26日，由于山口胜这支队伍已经失联4天，其总部发现了事态的不寻常，于是派遣多支搜救队进入该山区。幸运的是，这支队伍有11个人还活着，其余的199人全部丧生。被发现的遗体几乎都是死不瞑目的状态，他们大多手脚弯曲，反弓着身体，面目狰狞。而在存活的11个人当中，有8人因为当时严重的冻伤被截去了四肢。他们经过那次的事故后，还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山里究竟碰到了什么，或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在近代史上，八甲田山事件是一次很大规模的山难，这起恐怖的事件也让八甲田山成为了知名的灵异地点。据说那次灾难发生之后，经常会有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在附近目击到诡异的人影和听见怪异的叫声。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我们下期再见喽。2名女儿在哥哥去世后头七拜祭完毕，供车返家途中却不幸发生车祸，2名女儿以及1名外孙3人都在车祸中离世。而且不久之后，王老伯的在新加坡的女儿又无故患上了怪病，只要有人触碰到她的皮肤，她就会觉得异常疼痛。后来因情况危机，便送往了新加坡的医院接受治疗。眼见家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他们，王老伯在别无他法之下，
唯有求助于当地报德善堂的祖师爷。神明指示其家人会陆续发生意外或罹患怪病，是因为其母亲坟墓的风水已经被破，建议尽快择日开棺实行。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在神明指示下，当棺木打开的那一刹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都感到很震撼，